朗的持续猛攻，现在是让以色列也怕了吗？因为我们来看到一些行程哦，包括了川普的女婿决定取消去以色列的行程，原因是什么呢？那另外一方面是美军现在说要进攻在伊朗夺他的浓缩铀。但是被形容专家说这个是地狱难关啊，你会有去无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注。好，现在呢持续来看到的是，不只是荷姆兹海峡出事，以色列也成为目标哦，而且呢，它的铁穹似乎也挡不住于来自于伊朗的攻击。现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传言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被伊朗的飞弹攻击处决的消息。当然，这消息一出来之后，是立刻被以色列的官方否认了。但是原因会有这么多的传言，也是因为有超过1周的时间，纳坦雅胡其实都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露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是，川普的特使魏科夫跟这个他的女婿库许纳本来是要到以色列的，但是行程为什么突然间取消了呢？在3月10号这一天本来要去，为什么取消？美国媒体做了一个分析，是说以色列轰炸伊朗的这个储存油引发了川普的不满，所以美以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战略分歧。第二件事情是，他们也在认为说，以色列是否真的已经不安全了？去年12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铁穹破功，这一次伊朗更猛，是不是会把以色列等于是打到怕了？所以纳坦雅胡不敢出来吗？另外比较吊诡的事情是，以色列内部的伤亡数字也都没有办法被公布，这些数字都是被隐瞒的，怎么回事？赖老师怎么看？一般来讲啊，在战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都是为了怕影响军心民心，所以对于新闻都有所封锁啊，并没有让民众知的权利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主要的是怕影响这个军心民心，对于这个执政者造成不利的一个情况。以色列事实上在战争的期间里面，它就会启动战时的新闻管制，所以您看。任何以色列被打到的画面，基本上几乎都流不出来。那也就是以色列禁止所有人把新闻画面，而且要用法律来苛责。也就是说，他们的网络间谍、网络警察都在搜索。你如果从以色列境内拍到的影片，你透过以色列内部的这个新闻媒体放出来的话，他的网络警察一找到就到你家去把你抓起来了。所以你看不到以色列所有的画面，它完全封锁。所以你等一般来讲都只能远距离被拍到而没有办法在以色列的国土内说，我今天我是以色列的公民，我看到我的家这边或者附近被炸了，我把影片拍下来录下来，我在我的社群媒体上播放，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是违法所以目前来讲，所有的人对于以色列它本身到底它的公家机关、军事机关、军事基地还有民间到底伤害到什么程度一无所知。这是第一个，伤亡的人数随以色列的政府怎么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确实的知道情况怎么样，只知道说他的铁穹破功了，只知道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越来越有效果，从海法一直打到这个特拉耶夫，全部都有好几枚命中，都打到。那但是问题就是情况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想这2位美国的特使并不是因为怕说被打到，所以不敢去以色列，而是分歧越来越严重。从燃油库的问题以外，一直到川普想停，内塔尼亚胡不想停，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外交部部长却说我们不会无休止的战争，我们要找适当的时机跟美国谈好。那就代表以色列的内阁也分裂了，所以目前的分歧情况到底要找谁谈，说了算。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麻烦的事，对以色列来讲也是麻烦的事，至少分歧扩大了。好，以色列内部要不要打仗已经陷入在分歧，但是美国方面现在很明显的，川普是想要停战，那他想要快速结束这一场战争，其实他现在也有2个方法，这2招我们也一起来做个评论哦。第一招，他说要快速的解除伊朗的核威胁，因为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大概有450公斤60%的浓缩铀，1周内可以造40到50枚的核弹，所以呢，他们想的办法是派美国的特种部队去夺取浓缩铀，直接宣告这个核武的威胁已经快速的解除了，就能结束战争。但是专家说，这个叫做地狱等级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可以快速结束战争的选项，第二个是攻下哈格岛。这个岛位在波斯湾，距离伊朗
朗的海岸16里，面积只有曼哈顿美国的曼哈顿1/3，但是呢，小小的地方控制了90%的原油出口来自于伊朗哦。那控制这个岛等于切断了伊朗的经济，逼伊朗投降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伊朗它反击的话，会造成美军很大的伤亡。先讲第一个方法，就是夺取浓缩铀，派这个特种部队，有没有可能？会不会造成更多伤亡？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美军真的有这种计划来讲的话，只是证明了他去年那一次这个派了这个6架的 B2 轰炸机丢了12枚的专利弹，那是根本就一事无成，根本就没有炸到，所以他现在才要想办法去这个派特遣部队进去销毁这个450公斤的浓缩铀。但是第一个，你情报怎么来的？它450公斤，其实它可以分成10个地方放啊，甚至于它这是60%，那30%它可以放出一些假讯号、假讯息，可能可以制造出100个这种假设的目标，让你美军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兵分100路这个每个地方同时来实施这个军事行动，才有可能同一个时间获取这个浓缩铀。所以这第一个你就不可能嘛，你美军不可能有这么多个小队分别对这个地方来采取行动。第三个，我们就这个军事行动的来看的话这次美军如果说要进去，一定要快进快出那当然就一定是要用直升机的部队，直升机部队，因为你进去以后，你还要撤退回来，那你用跳伞下去，你跳伞下去以后你回不来了，所以要用直升机。但是关键直升机的飞行距离是有限的，你虽然说透过空中加油，这一次的战争到现在我们看到美军在伊朗这个已经好几架的 MQ-9无人机被击毁了。那直升机是没有隐身性的，你在雷达上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于你飞进去，这中间过程之中，你还要经过空中加油，还有加油机，这些飞机都不具备隐身性。那你 MQ-9都被击落了那么多架，你直升机要被击落，那可能性不是更高吗？再来，我们讲伊朗，如果说对这个地方一定是加强它的军事上的守备所以说你要到这个地方。你说用突袭的，是敌人在没有防备之下，这个你可以用突袭奇袭的方式。但是如果说伊朗已经有了这种准备，我觉得你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非常难的。那甚至于有人说是不是可以这个带科学家进去，直接现地就把它浓缩铀给它稀释掉？我觉得这大概只有电影的情节才看得到。实际上面，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不太容易跟着部队一起做这个行动，因为你需要器材嘛，你也需要时间嘛，那难度来讲的话，可能更高。好，所以川普想要快速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方法是这个解除伊朗的核武威胁。这个将军已经带我们看到这有它的难度。那第二个方法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攻下哈格岛。那委员又怎么看？哈格岛不是不能攻下，因为在2伊战争它也被伊拉克攻过啊，所以攻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战略目的啊。你说哎呀，让伊朗的油不能卖，你去外面那个阿曼海那边直接封锁那个，刚才我讲的贾斯克岛不是更简单？这港啊港了，对港了，贾斯克港不更简单？轰炸阿巴斯港不是更简单？那简单的不做，你搞那么复杂的，除非你真的要占领赫尔姆兹海峡，他占了赫尔姆兹占几个岛就下来了吧？哈格岛还有那个克什岛。还有那个赫尔姆兹岛就占领下来，因为伊朗能够控制赫尔姆兹海峡，就靠了这几个岛屿上面去装导弹跟无人机来打你嘛。他也不可能因为旁边在过去是高山嘛，那高山没办法跑那么远，那么主要几个岛屿上很简单，弄几个渔船就能够搞你了嘛，或者那个几条很简单的船就可以把水雷送上去了嘛，就是靠这几个岛屿嘛。那你要占的这个也可以啊那只是说。你占了这个东西，你要配合什么？你要配合大轰炸。大轰炸，我举个例美军当时要攻占琉球群岛的时候，先做什么？先做大轰炸，台北大轰炸，高雄大轰炸，还有呢，这个琉球群岛大轰炸，还有东京大轰炸，还有九州大轰炸。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什么核武器为什么要进行大轰炸？就消除对手的所有可能战斗能量。你去占领才有意义，就你什么都不做我派个海军陆战队空降师去占领，他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汤姆·克鲁斯电影看太多了，这个他以为他演好莱坞电影的嘛，所以我一直就瞧他不起，就是他根本不是战略大师嘛。以前
那个他搞关税，我就说他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哦。现在不是王安石，叫土安石少一横，太差了。好，这个那川普现在看起来想要快速的停战，但是各种的方法现在都行不通。那也有一个说法说，为什么川普想要快速的停战，就是因为武器的消耗已经太快了，不管是烧掉的金钱达到了3600亿新台币的武器的费用。飞弹的费用之外，再来就是因为呢，这个稀土现在已经不够了，从中国而来要制造这个美国的精密武器跟飞弹的稀土库存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话语权又掌握在中国手上吗？杨老师怎么看？爱国者飞弹要不要用到稀土？要的。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叫做铧，叫做 samarium， 那它是做这个叫做三钴永磁体。很重要的稀土的元素，那这个永磁体会用在哪里？用在导引系统啊，然后呢，雷达的探测系统啊，这都会用得到哦。所以爱国者飞弹一枚为什么要到300万到400万？那是飞弹本身啊，那它有个那个导引雷达的整个这个系统呢，那个可能更贵啊。所以现在如果没有稀土的话，你这个飞弹是做不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不是稀土，是这个就是关键的这些金属，那叫镓，那个碳化镓里面做出来的那个模拟半导体其实是在雷神公司用在做爱国者飞弹的雷达系统当中，在里面的放大器啊等等之类都常用的很普遍的。所以一旦你要去做更多的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系统跟它飞弹本身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稀土，你大概就做不到。那同时，现在中国不但是说可能。它对美国还没有完全的管制，但有那种管制之前的可能，两用物项出口的这种审查过程，它可以慢下来。那它对日本现在是全面管制，而日本是美国的军火公司的重要的供应商，被列为控管的18个日本的军火公司IHI 啊、三菱啊，或者是川崎，基本上都是这些重要的零件的供应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达到美国自己本身的制造库存不够，第二个日本也完全不够，所以你要再打下去不太可能。那这个时候呢，它只好是全球去调，但你也能调出多少？我觉得也有限。所以伊朗跟你打这种不对称的消耗战呢，在这个军事层面，美国是越来会越居于劣势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